我最近特别想吃夜市卖的铁板大鱿鱼，但是每次我去吃都需要排很长的队，所以我干脆买了400斤鱿鱼回来。我打算做点铁板鱿鱼的半成品，这样以后想吃别说排队，我连门都不用出。但是做之前我真没想到，一个这么常见的吃的收拾起来居然这么繁琐。我们需要先撕掉鱿鱼板的这层膜，然后分开哪些是能吃的，哪些是不能吃的部位，还要再把吸盘上的软壳撸掉。关键收拾这玩意儿不能着急，因为它眼睛会爆汁儿，这里的墨汁要是喷到身上，那着实是不太好洗。就这玩意儿啊，极容易洗着洗着就给自己洗成限定皮肤了，整不好可能还是个永久款。然后把它们逐项分解好，就可以准备穿串了。这鱿鱼串是我长这么大穿过的最难穿的肉串，因为它这身板特别吃劲儿，我们需要用很大的力气才能穿透它，而且要稍微不注意就会像我似的，左手扶签子那几根手指头扎得跟筛子一样。然后以我多年的消费经验来看，这铁板鱿鱼最重要的就是小料和酱料了，所以我们先含泪切了60个洋葱，又花高价买了个专业的商用版配方。我算是发现了，就我们现在做饭这个架势，别说配方了，连调料都得是商用的。就现在家里做饭用的最小的一瓶蚝油啊，那都是5斤装的。等干完这些活儿，我们也终于能消停吃点东西了。这一桌子都是我在抖音商城618好物节上买的，最近他们各种新奇好物，折扣力度大到离谱，好多大牌价格直接拦腰斩。点评论区或者左滑进商城，全场满150减25，满减再叠券，还能满300再减80，真的特别划算，你们快去看看吧。然后为了能100%还原夜市的味道，我还买了个夜市同款的大铁板。我们甚至还专门去学了一下烤鱿鱼的手法。现在无论是设备还是手法，距离我们能真正出去摆个摊儿啊，就差一辆能说跑就跑的电动3轮车了。这些鱿鱼我们烤的时候，先是借了洋葱香菜的底味，又放了好多干料，重点是刷了特别足的酱。现在每一串鱿鱼都裹满了酱料，真的巨好吃。而且因为没用减发鱿鱼，烤完之后还会吃到特别大的鲜味。这么做下来，这鱿鱼板的成本是19块5一串。然后打包的时候，我们是分开打的包，这脖子和嘴就可以留作开袋计时的小零食了。这种整个的鱿鱼板回家只需要用空气炸锅热3分钟，就再也不用去夜市排队了。最后我们留了几串须子单独放铁板上炒了，然后还煎了几个流心蛋。这在一个10几度的夏夜，能吹着凉风吃上这么一碗刚出锅的铁板鱿鱼盖饭，我的天！我当时就一个感觉，我感觉我这辈子值了。我最近特别馋无骨鸡爪，但是外面卖的好多都是汤多肉少，感觉买这也不太合适，就决定自己在家做点。不过没想到做这点鸡爪子差点没给我们的命搭理。刚开始我图省事儿，就买了好多脱好骨的冻鸡爪，但是这鸡爪焯完之后又腥又稠，实在没什么食欲，就被我放弃了。后来我发现居然有专门卖脱骨机器的，我又花了5000元的请了个爹回来，但是没想到这爹也不灵啊，一个鸡爪子5根骨头，他就能去3根，完了还去不净。问题这还不是最致命的，要命的是我盲目的相信了它的效果，提前订了350斤鸡爪子，所以我们现在的处境很尴尬，就是机器用不了，鸡爪还退不了，我感觉我们可能是要完了。后来研究了一下，也实在没什么别的好办法，就只能硬着头皮干了。这些鸡爪子光焯煮过冰水就干了80多个。这期间我们还试图找几个朋友来，结果4个人一起发朋友圈，到晚上共计就找了1个人。再一个，因为我们去年啃过一宿，现在闻的鸡油味就恶心，所以今年我们只能徒手干。后来这活就完全干成了一个重复性的流水线作业，那手第1天是肿的，到最后呢没有知觉了。我们就在这生生扒了3天，这是我活到现在经历的最绝望的时刻了。就是虽然3天只占1年的1%，但这几天的经历却需要我用一生来治愈。然后原本我还买了10个空气炸锅，打算做点虎皮鸡爪，现在也用不上了，还都是新的，就全挂咸鱼出给大家了，做点吃的啥的特别方便。再加上家里2个闲置的拍立得，很适合记录日常，这些通通5块钱1个，大家直接点评论区链接咸鱼搜狗送就行了，也可以关注一下，后面还会持续上新。你们要是有什么用不到的东西，也可以挂咸鱼卖闲置赚钱。后来调汁的时候我非常的严谨，甚至买了10几种品牌的产品逐一测评，然后汲取他们各自在口味上的优点，因为这些鸡爪子已经整整折磨我们4天了，就完全可以说是拿命换回来的，我现在容不得它有一点闪失。
然后给这些爹泡了一宿，现在它是又入味又多汁。这回一共做了2个味的，一半是蒜蓉酸辣，一半是泡椒的。我们还把手肘后面那块脆骨也单独捡出来做成泡椒的了。这无骨鸡爪到吃上的这一刻才觉得付出都是值得的。它现在酸酸辣辣的，还微微带点甜，尤其是放冰箱里冰镇一下再吃，感觉可太爽。然后把所有做的东西都打包了，这一桌按市值来讲应该能值点钱。不过这里边食材成本真没多少钱，主要是生命成本有点高。后来把所有东西都收拾完了之后，我们提前半年过了个生日，在场一共7个人，许下的却是同一个愿望：好好活着。我最近特别愿意吃那种小包装的灯影牛肉丝，但是我研究了一下，市面上得有95%以上的产品其实用的都是大豆拉丝蛋白，所以我去买了2个牛后腿，我打算看看这纯牛肉做的和那老豆干吃起来到底有什么不一样，顺便也算算这纯肉的做完成本多少钱一斤。不过在做这个牛肉丝之前，我们需要先熬出一大锅卤汤，这汤越香，那牛肉嚼的就越有滋味。这锅汤在炖完牛肉之后，比之前卤猪蹄剩的那锅汤还香。那锅我之前就给留着当老汤了，现在这锅我也想留着当老汤，所以我们安排了一波老汤见老汤，这回估计是得吃到地老天荒了。这些牛肉在卤泡了一宿之后就已经特别入味了，然后就是做这灯影牛肉丝最麻烦的事了，就是怎么把这些牛肉撕成丝儿。我们试了好多工具，相对好用的是这个撕丝神器，但它也就是个半自助的半自助机器，因为牛肉比较硬，它只能先把块状打散，然后需要人工先把它的筋撕开，再撕成细丝儿。我们在这整整扒了13个小时，从早晨兴高采烈的开始干到晚上都没劲儿哭了，干到凌晨的时候算彻底绝望了，那给我价值观都干崩溃了。就有那么一瞬间，我一度认为大豆组织蛋白是一项很伟大的发明，太荒谬了。这些肉扒完丝儿，算是彻底给我们累麻了。完就寻思先歇会儿，刷刷手机。正好最近新换了个苹果14 Pro Max， 这手机内存大、运行快，价格还实惠。在转转上买的，才花了8900，用着跟新的一样，比新的还便宜2000多。而且转转是官方验二手平台，手机都有真人检测，数码产品全都保修1年，特别靠谱。想换数码设备的，推荐你们也去转转看看。然后这些牛肉丝儿要大火给它炸到脱水，为了能更好吃，我还一起炸了4盆料油。后来我算了一下，那200斤肉卤完炸完就剩下60多斤了，但是炸肉炸油却一共用了100斤油。要不怎么说这玩意儿吃着香呢？它主打的就是一个油比肉多。最后要把这些牛肉丝大火爆炒烹出锅气，出锅之前再多撒点芝麻。现在它的口味是甜麻辣香，一口直接入魂。而且得益于我们撕那玩意儿实在不太均匀，这里边的细丝入口化渣特别酥脆，那粗的也是油汪汪的，吃起来很多汁水。主要是这个味儿和外面卖的实在是太不一样了，就是它不只有料香，还有越嚼越香的肉香。然后我算了一下，这纯肉的做完了合成本是60多块钱一斤。这牛肉丝现在吃着就一个问题，就是它太费酒了，平均每100克的耗酒量在5到8瓶之间。我估计等我们把这些东西都吃完呢，我家楼下卖酒那小子也该琢磨换车了。我最近特别馋这种纯肉的大火腿，但是现在快递已经停的差不多了。然后我研究一下，这玩意应该也不难做，所以我买了9条猪后腿，我想试试在家能不能做，要是行的话就当囤年货了。这玩意要是想做出那种拉丝的状态，首先得把猪腿上的瘦肉挑出来切块，完了还得手动剔筋膜。这200多斤猪肉切得昏天暗地的，给我哥和我外甥干都双目失神了。不过给这些肉抓上劲儿才是最变态的，因为这肉它越抓越黏，就越来越吃劲儿。那抓肉时候给我心率都干到140了，我手环都开始提示我了。他说生命很可贵，健身也要注意安全哦。后来灌肠的时候算彻底把我最后一口气耗尽了，因为切的时候为了吃的爽，那肉块切的都大，完了还没舍得买工厂用那种灌肠器。这些火腿都是我一个一个拿肚子给怼出来的，那给那灌肠器都干爆了。关键我们几个跟小可爱似的，刚开始不知道这个玻璃纸肠衣得用水泡，后来还因为漏气返工了100多根。那怼完之后都快给我练成铁肚子了，我甚至一度产生过一丝担心，我说会不会干完这些活之后，我这整个肚子将变成一个巨大的肚脐眼。这火腿灌完了得风干一下才能煮，这会儿正好没啥事儿，就试着在德物买了新衣服。这不快过年了吗？买了一件龙行大运，寻思走字儿。现在新年新人福利，前100单只需要39。要是点评论区置顶打个得物，还有机会抢1000元物mon卡优惠券，买着能更便宜，而且物流特别快，都是品牌包邮直发，很多都是次日达，你们快去看看吧。然后这些火腿煮完之后就已经非常香了，但是后来熏的时候我发现了一个问题，就是烤鸭炉熏呢，它不太好控温，熏完之后要不是火轻了没熟，要不就直接给烤成黑猪火腿。关键反复试了几炉之后也没什么起色，后来我实在是没招了，我去找了个红场厂上班去了。
我跟那老板商量的是，我们免费给他干3天活，然后下班之后他那个熏炉借我们熏火腿用，这一炉最少得熏5个小时，完了还得看着温度填果木。我那几天甚至找着一点大厂996的感觉。不过这玩意儿折腾是折腾，但做出来是真好吃。它是纯肉的咸香里边夹杂着一些烟熏的果木香，尤其是刚熏完掰开的这一下子，我感觉把我命搭里都值了。现在这一根火腿正好1斤重，就这么拿着啃着吃，实在太爽。然后要是不想吃的这么糙的话，还可以切片做成那种零食装。这半夜饿了，来2片火腿，再开一罐冰镇饮料，我的天！我心说这做的哪还是火腿呀？这不是我过年熬夜的底气吗？